惨啊，真漂亮。发一个拍抖舞，你们最近有什么看过的抖舞吗？外星小猫，怎么跳一个，打一个样。它很多。你来提供一个版本就行了。你来一个，这是你提的，你来吧。起一个，我不会。你会什么？起一个。我，你的版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四都，对，我们都跟您学习。嘿，唐老师，我不会，我还没学会呢。我老看，对，就老看，也想着有空能跟大家一块儿拍拍。那这样子吧，我们直接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Q 流程，我们直接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要是觉得现在很尴尬，我们就直接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是什么呢？我问你答。好，那你问他答，还是我们问你？你们俩互相回答。哎，你们可以问。对啊，然后我们俩你们俩答嘛。可以。来，签字上。先问什么？拿。来，可以吗 ？OK， 好，这个我看一下啊。好，那我先问这个，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哪个点最打动你们自己？那你先，我先。我的角色，不好意思啊，最近有点咳嗽。我的角色比较阴沉，但他这个阴沉呢，又跟那种阴沉不一样，它属于是，从小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所以他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呀，对自己的就是日常的一些东西会比较悲观。他只有是对自己越亲近的人，他就会越会疏离，因为他害怕自己身上会给别人带来不好的东西，因为从小别人就这么说他嘛。然后，如果说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可怜的一个角色，但是，那个还会问题后面的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介绍角色，然后是什么？介绍的哪个点最打动我？怎么回事？最打动我的点就是，他其实很为别人着想，因为他会考虑到，我是一个灾星，我靠近你，你就会倒霉。那么好，我离你远点，我提前把你们要做的事儿我先做完，这样你们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就比如说，大家上课，我提前一点我去教室把东西收拾好，然后就离得远远的，我就等你们来就行了。就像这种在默默的付出，就这一点特别打动我。对，因为我平时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就会喜欢私底下，比如说弄个什么东西，就给大家准备什么小礼物啊，什么东西的啊。我的话就是许愿呢，是我觉得是和展望是互相治愈的两个人。然后展望呢，可能就是从小是没有感受过什么特别爱的人，所以他做出的很多反常的行为都是为了去让人去关注，就是包括就是我为什么会前期的，就是针对你啊，也不是刻意的针对你，我只想让你引起关注，你就是想针对我，我只想让你引起，就是你可以关注我，你懂吧？就是我觉得我最打动自己的就是。我可以从我的世界里面迈出了第一步，走出来，然后，面对大家，就是我最打动自己的地方。你还没有说你最打动自己，我刚说了，是默默的那种付出，因为我还是不善言表。那你们呢？我先来。你先来吧。边野这个角色吧，其实
如果咱们观众仔细的去了解这个人，仔细的去看他，其实他并不想，当他现在扮演的这个角色，比如说咱们口中什么小混混什么，其实也是家庭不好，就是被迫无奈。就是我们的锋芒只是我们的保护色，是，都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个社会太难了。但是好就好在，他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虽然他外表很冷酷、很不羁，但是其实他的内心是一个，特别温柔、特别容易被触动的一个人。就是其实还是最幸运的一点，就是遇上。那其实，我们两个人也是相互治愈，然后相互给予对方所需要的东西。其实我们两个现实也是这样，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其实我也是一个新人演员嘛，然后也是零经验，可以算零经验。然后七呢，他的这个经验呢就相对比较丰富，有的时候，谢谢。有的时候呢，可能导演觉得我这块儿，有点不尽如人意，七会耐心的给我讲解，给我指导，这个真的是对我，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听得有点入迷。问题是什么？最打动我的一点，然后这个角色最打动我的，还是说你身上最打动我？是你这个角色，我这个角色最打动我。我觉得，我在剧中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展旭，这个角色他其实最打动我的，我觉得是他的那份坚韧，是他的对未来迷茫、勇敢做出的选择。因为这个人设，他其实在4个人当中年纪是最大的，平均比他们其他人会大10岁的样子。所以说，在10年前，这个角色他其实，为了爱，为了选择他想要自己的人生，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他决定离开从小生活的地方，然后又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他最吸引我的一个点，就是他身上有一种敢于选择的勇气。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想，是我自己也很想，就是学习和进步的地方。然后同时，我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劲儿，它就恰好在我回到这个小镇的时候，被边野遇到，就是边野就有点像是伯乐，而我是一个在外面跑了很久的千里马。他欣赏到了我身上最珍贵的那一点，同时我也发现了边野身上，你说是哪一点？你觉得你在我心里哪一点给你的印象最深刻？你给我的印象？不，在你心里就是我对，在你心里觉得我对你，完了我讲不清，糟了，没关系，糟了有点紧张，没关系。但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无论是这个角色也好，还是说你平时也好，其实，在戏里面，刚刚边野他有说到，说觉得有些戏他可以做得更好的时候，然后我会帮助他。其实那一刻我没有觉得我在帮助，就是我会觉得你和我就是不仅是在戏里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私底下如果说有需要一起想要探讨和交流的，我觉得这个都不能是因为我拍的多去带你，而是就是我们俩在探讨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起去进步的这个东西。所以你不要那么客气啊，对不对？那客气会显得就是大家很不熟啦。对，真的很不熟，缘分真的很不熟的样子。那个我们这样子，我看了一下弹幕，我觉得可以再来一下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蒋望的饰演者嘉义。大家好，我是唐承之，在剧中饰演许愿。
大家好，我是贝的饰演者，我的名字叫崔一坚。大家好，我是演员雨期，在剧中饰演的是展旭。展旭这个角色，他一直都走在灰暗里。我不听。我是想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的人物关系。哦，在剧中，我一直处于灰暗的地带，但是在灰暗的时候，我首先遇到的是我的弟弟。谁是你弟弟？你是我弟弟啊，我是你二哥，对不对？只是遇到不是我二哥。对，这是你剧里原有的台词儿，所以说，我的这个我最好的弟弟最后也是回头是岸了，对吧？所以真他回头是岸对，他回头是岸了。然后同时呢，没想到他回头是岸的时候，就是遇到了他，就是这是他的知己啊，知己难道不是回头就是你回头是岸之前就已经遇到了？哦，真的吗？他们说不听，王八念经。不听。他说下一个谁换一个发型可以吗？谁要换发型？谁要换发型？谁要换发型？那谁换发型？谁要换发型？别念了。啊，见面的初印象可以说一下吗？你们知道吗？就是我最开始见面的时候是围读的时候，我们第一天见，围读的第一天。那一天，我跟你说，小唐就拿这个本子，然后在那边戴这个眼镜，可以了。然后就，你知道吗？真的和那个剧里面，有一个你坐在那儿就是自己这边看书的那个样子特别的像，你知道吗？他就在那边，就他读他的，然后我在那边，我每次我想跟他说一下话，不看，他也不鸟我，不理你，他在那边看，然后我不是要那个对词儿嘛，一开始对，我就这样一直跟他对，看不见。鸟都不鸟我，我就说好，可以。我说行，那我在剧里面发挥一下。以公谋私了是吧？对，我说在剧里面发挥一下，我看你就是还鸟不鸟我，你懂吗？然后我们就是第一天可能是就是真的是第一次见面，我以为哇，我说好高冷，没有吧？有一点难整啊，没有吧？我第一次见一哥是什么？是，你知道吗？他那天他没洗头，戴个帽子，把眼睛一挡，然后我什么也我说哎，啥意思啊？什么情况？这个人怎么一过来往那一坐，我这样一坐，你知道吗？拿个本儿，哎，我说好吓人，我们不是来围读的，围读不应该是这样端端正正的几个人坐那儿探讨一下剧本，交流一下剧情吗？啊哎呦，当时给我吓一跳，我说，好吓人啊，就你们懂吗？就我是一个爱人旁边突然来了一个就是异能量满分的一个人，就会突然就浑身不自在。然后我们对词的时候，我也不敢看他，我说，他是不是在看我？好紧张啊！他能不能别看我了，看词行不行啊？他为什么要看我啊？这我脸上有字吗？这不是要找感觉吗？你知道吗？说话要对人说，而不是本子说。我的，你的，我的，记你1分。我的，记我1分，我现在负1分。哎，我们等等要做游戏的啊。我们等等要做游戏的，好好说话，没问题。控制好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好，那到我了，对吧？到我。77呢，他也是围读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到的，对，然后又迟到，不是迟到，就是延误，就是迟到，好，就是迟到，不要说他，嘿，就是我在见他之前，我特别紧张，我在幻想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俩之间就是搭起来会不会如鱼得水，对吧？但是其实他坐到我旁边的那一刻，就是所有的顾虑都完全的被他打消了。
完全都不要打笑。真的吗？真的，我第一次见一个男人可以这么的精致，真的，特别精致。就从颜值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七七在我这块已经是稳稳的过关，到头了。那倒也没有，其实你说的吧。但七七也不止是这个颜值，好官方哦。对，很温柔，见到的时候，两个印象，精致优雅，再加一个温柔，特不像贵公子。有人乱入了。我们就是我们是展少嘛，你也是展少，我也是展少。都是少爷。二哥，我跟你说，我他妈京东人啊！我告诉你，京东人，你知道吗？我们说话有口音的，我告诉你。你有范儿啊！要不然你什么意思啊？你瞅什么？你这话说的挺地道啊！看，可以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看到边野是一头红色的头发，当时我也想，这个这谁的 CP？ 谁的 CP？ 然后直到他用他的食指，当时我们俩的位置就是坐隔壁的，直到他用食指轻拨了一下他这个耳边的这个头发的时候，然后我就被他这个侧脸的超绝下颌线，然后再加上这个高耸的鼻梁，深深的吸引了。那一刻我就在想，哪来的杀马特啊？那一刻我就在想，我说天哪，这不会是我的 CP 吧？然后我就是内心一阵就是狂喜，但是我又一阵吃对瓜。我内心就一阵就是小鹿乱撞，然后我表面上装作很矜持优雅的样子，对，然后所以就果然就是就是被你 get 到了我那个优雅的那个部分，那个就是我想展示的。然后后面就是对，在我们后面的相处过程当中，没错，就是我觉得这种还是让大家自己去往后看，就不说太多了。你们看了吗？你们看了吗？当然看了呀，前两集。对，前两集。你不能看了，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别我觉得，我要你觉得。我要你觉得。我感觉我好坏。你才知道吗？其实是有点小坏的，是不是？我是觉得，你觉得？我要听你觉得。我看我自己觉得好可怜啊。为什么？就是那会想哭吗？不是，我正儿八经，我就是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如果你看到他会哭吗？会啊，真的会哭？真的，其实已经哭过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其实觉得这话不对，你知道吗？就是哭是一种正常的情绪表达，特别是像你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在那天拍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结尾的时候，我当时其实真的很想哭，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好辛苦，然后觉得又必须得扛下来，就是一直在忍住那种悲伤的情绪。在我自己看的时候，就真是，一下就是没有绷住，就会回想那一瞬间那个感觉，就突然一下就从脑海里面冒出来。那你看见我在剧里的表现会心疼？我其实挺心疼的，但是我心疼的同时，我又觉得这个是对你的历练，对，因为你的年纪是我们里面最小的，我当然不是就是营销苦难，也不是说年纪小就一定要吃苦会怎么样，我只是觉得拍戏的这个过程肯定大家都是很不容易的，是，对吧？然后你也说你一直有在虚心的去学习，然后去感受去体验，那我觉得在戏里面那你一定是可以体验到你就是人生当中或者说现阶段经历不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心疼，但是我也很庆幸你在就是这个年纪
遇到了就是能够体验到超出了你这个年纪的享受的事情，所以我既心疼，然后我也很欣慰，然后也很开心，挺开心。那你觉得你看边野这个角色你不行？边野这个角色，我觉得你跟边野这个角色其实蛮像的，也挺心疼的。对，是的。你看见他被揍，你不想教育教育自己？我没有你这个哥哥。对，他没有这个哥哥，他还长大了。那个大家觉得怎么样？就是观众的，就是那个感觉，想看一下弹幕是怎么说的。给我看一看，有点紧张，就是都面对大家的就是感受。因为我其实真的就是我很容易内耗，然后特别是就在拍完之后，我们杀青了之后，我就有时候经常会想，晚上会睡不着，起来在想，我说当时为什么这样演，我明明可以演得更好，就会很内疚，因为我想，既然我选择了去拍戏，我想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但是总是会差强人意，就来看一下，像台湾的校园剧，这其实后面会更好看。妈妈要吐耳朵，为什么叫你妈妈？因为可能是他们就是这种感情其实挺复杂的，因为他们从最开始叫的时候，咱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戏也没有抬上来，然后呢，但是他们有一些看到物料了之后，就他们其实是怀着期待的心，就是这个心情，然后就会叫爸爸，就会叫妈妈。我觉得他们叫了呢，然后站在我的这个内心啊，哎呀，我就觉得别人叫了，然后我的心里面就很欣慰，然后我也很期待我们这个戏能越来越好，所以我就很乐意去这么答应他们，就是这个点儿，对，我觉得就很简单这个原理，但同时，就是这个词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词，对，然后同时我也就是希望就这个词身上的这些精神、这些能量，我们都可以去延续去做到。 So who steady？ 完美的回答。 Stay no OK， 哎，你们的那个 MBTI 是什么？救命啊！我们互相猜一下大家的 MBTI 是什么我不太懂 MBTI， ？MBTI 我知道 I 人和 E 人这个东西，你没有测过，就是从来没有。就是不太测这个东西，好像确实是很少，没有。刷抖音吗？刷呀！我要看一下那个咱们网友对我怎么评价，对咱们这个剧怎么评价，对吧？那我觉得可以让那个小七儿猜一下。你觉得他是啥？他吗？我觉得他，我觉得你，你说，我说，你来，因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他先和我搭的讪，所以从这个判断，我觉得他是 E 人啊。但是，就整个拍戏的过程当中相处下来，那完了。你到底你喜欢做计划吗？你是 J 还是 P？ 我就是看，就是你带着我做计划就好。那我觉得应该是，哪一个人是不做计划的 P 人，那就是 ENFP 吧。ENFP。对。我猜你，我还用猜吗？你是 ISG 啊，你是 INSJ， 没有，不是 INFP 啊，你 INFP 啊？对啊，那我呢？你也是。那么容易就被你猜。星座是什么？你应该是，我猜一下，我盲猜一下，应该是天秤座吧？再猜啊？我觉得处女座不是，我是水座的。水做的水象。
巨蟹这么柔软吗？双鱼座，天秤座，天秤座，天秤座我是水座是个梗。啊好，你什么星座？你什么星座？我感觉我们是不是就是互联网刷的有点太少了？确实，确实，什么是水座？要跟不上步伐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 ？OK， 对不起，我那个问题有点多，问题有点多。我什么星座？你像火象，真的假的？你像有点像火象，像风象，但这具体我不好说，因为我对这个没有特别了解。对，这样子，你现在要不然去打开我的百度百科。真的吗？真的吗？是人有百度百科，人有百度百科呀。但是就是那种感觉，你懂吗？就是相处中的那种感觉，就会有那种，就风象和火象那种很热情、很洋溢，就包括我们平时私底下也是，就会比如说带着我去跑道什么的。我要是前几天特别有意思，前几天那个小唐，他突然跟我说，他说来一下粥，我说我说来粥，我说行，然后他22级，没有22，1212级，对我已经是60级的那个满体满仓满那个所有的那些东西，然后结果没有想到，他是 FPS 圣体，你知道吗？对，他真的是 FPS 圣体，就是被那个演戏耽误的。我被保护了，我被小唐给保护了。就你们俩的交流更多是在游戏里是吧？就是两个人就没啥事，天天晚上就打游戏。对，嗨，你这话说的，这叫没事儿吗？这叫爱好同，这我们叫同频，我们是同频的。这爱好还是比较健康的，特别健康。那你们，那我什么星座的呀？你什么星座？你啊，颜值最高的。小唐什么星座来着？什么星座？你这猜吧，猜吧，赶紧猜马上。天蝎座，可恶，是不是？他是算出来的，他不是好过分啊！他是算出来的，你知道吗？推出来的。哦，怪不得刚才手在。他比较那什么。那你也是水座的，你也是水座的呀？我们那我也是水座的。对啊， 4个都是水座的。我们4个都是水座。啊？天秤怎么是水座呢？哦，不对，不对，你是风啊？我是风象。对啊，用刮风的。好好管管，好好管管，好好管管。来看一下弹幕说什么，我们不能老是自己那个比心，是比心吗？比吧。要这样子，要脸颊比心吗？脸颊比心，你们会吗？脸颊来给你们看呀，哪个？你贴上来，哪个？这个叫脸颊比心。哦，天哪！我觉得你应该给你放 BGM，少点歌，来一段。少点歌，少点音乐。他们比我们也比一下吧。那咱们我们这样子比，我给你比，你给我比，这样子。没问题。对，你的手呢这边比吧。然后再加一个 wink。好了。OK。我们再来。该结束就结束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打 PK，今天应该就再开一个，咱们打 PK，再开一个打 PK 对我们来打 PK，连上来是吧？对。开玩笑，开玩笑。快点想想怎么干过去。你俩一人来个倒立。来个倒立比心。来个这个脚趾头比心。脚趾，有点不文明，脚趾头比心。不文明，不行。有多少有点重口味了。倒立比心吗？哦，我懂了。我有一个绝对可以，什么？你有一个？我有一个绝对可以打败你们两个。什么独门绝杀吗？什么？哦，哎呦，小心你的尾椎骨。你说拿尾椎骨、尾巴骨打败我们是吧？这，快点帮我想一个招，我该怎么赢啊？
什么动静？哎，那个让他们来评价一下，就是谁那个更胜一筹？谁更胜一筹？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更胜一筹，因为不，我们色系有我们说了不算啊，我们说了不算。佳丽，公主抱，有人说公主，想要个公主抱，来我的 present，别好，抢干嘛？卖个萌。我从来不会卖萌的，我从来都不会卖萌的。哎，毫无形象，说是。语气，我只能看见关于怎么他们的我去演。哎，他们说公主抱，来吧，公主抱，来吧，来比拼的时候到了。我觉得咱们这样吧，要说公主抱，他俩互相抱。哎，不是这样子，我们比谁做的多。什么啊？公主抱做深蹲。对啊。来吧，我的 present。来啊，真的吗？来，天哪，这你们先来，来，先给你们舞台，先给你们们先来。啊，我们俩来也可以。我撤了，你们先来吧。我撤了，真的。舞台给你们了。我那个今年我28了，我先活动一下我的腰。好的，别伤到了。来，哎，我们两个就是一个1.87米，一个1.9米，咱出画了。是我们已经看不见我们。等一下啊，我帮你们移动一下场地。那我们先坐下来。对，不好意思。看一下咱们这个。你先起来。